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川普最後一搏，點名他說要轟搞山哦。另外一頭，伊朗的方面全面開炸，他這一次鎖定的地點是在亞馬遜，在中東的地區哦，怒嗆他接下來還會毀滅整個中東地區。另外一方面，現在荷姆茲海峽再加上紅海前行來鎖喉，全球的能源命脈被鎖住，中東是否戰火全面失控？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一起做深入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苑老師。思密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密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在關心節目開始之前，請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按下熱推鍵，也可以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寫下思密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一樣的我會親自的來做回復，也可以寫下熱推2個字。好。提醒觀眾朋友，我們的會員頻道在寰宇新聞環球大戰線的主頻已經成立了，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成為會員朋友。今天的節目美伊戰事，趕快來看到的是美伊戰爭，現在從這個原本的戰場，現在已經到了科技戰爭，甚至是能源戰全面開打了嗎？來看到伊朗的最新動作。他這邊呢，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一次展開了這個是納斯爾2的第24波的報復行動，瞄準的不是美軍基地，這次是瞄準美國的科技霸權，也就是亞馬遜 AWS80的資料中心。伊朗宣稱呢，他現在所有鎖定的目標都已經完全的把它給摧毀了。專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稱屬實的話，代表接下來波灣的國家的，包括這些從雲端服務一直到電話網絡，甚至是銀行相關的這一些應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轟亞馬遜，那會不會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這些科技大廠去做攻擊？這個是美方現在還包括了中東的盟友們現在所最擔心的事情。而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美軍的動作也在持續的加大當中，已經連續第11天空襲伊朗了，打擊的範圍包括了在軍事的行動基地、海軍的基地、無人機庫，甚至是他的後勤的基礎設施。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話的，他說再打下去，很快我就會轟炸伊朗的核設施，也就是搞三了。在這一場戰爭當中，他說呢，根本就還沒有打完，接下來的另外一個目標，他可能還會做的事情，就是聯手以色列一起去打進伊朗的最後一道防線——搞山地下基地。川普的這樣做是真的有可能嗎？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那麼搞山之所以對伊朗來說特別的重要，然後呢，美軍又很難攻進去，有幾個理由。因為伊朗在這邊部署了上千部的濃縮鈾的離心機，而且呢，恐怕呢已經全部都把它搬進了搞山的地下基地裡面去了。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連美國的巨型鑽地彈也很難徹底的毀滅掉這個地方。換句話說，這個就是伊朗最後核計劃的最堅強的堡壘。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強調說，如果你美軍真的去敢攻擊我們的核設施的話，接下來你的盟友還有跟美軍相關的地區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會成為伊朗強力攻擊的目標。重點來了，美國另外害怕的事情還有伊朗這背後是不是有其他國家在軍事上面特別做援助？來自於美國的戰爭部長特別的說法，他認為這背後還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幫忙。他特別提到了在這2個國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國大陸會提供防空系統，那麼俄羅斯他這一次在俄烏戰爭當中學會了無人機的實戰經驗，恐怕也會把這些經驗提供給伊朗。這是來自於赫格塞斯的最新說法。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廷怎麼看了伊朗這次的打法？打的是亞馬遜資料中心在中東的地區，是警告美國，伊朗說的報復都是玩真的嗎？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這個整個中東失控的風險，對搞山真的下手嗎？漢廷怎麼看？先說這個亞馬遜被炸的事件，伊朗說炸了，但全世界都沒有確認。因為呢，這是伊朗宣稱我們已經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亞馬遜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為止全部都沉默，沒有任何的一方確認命中或摧毀。巴林的國防軍說，我們防空系統攔截了很多來自伊朗的空中目標，但他也沒有說這個數據中心已經遭到破壞。
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這家數據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經被伊朗的無人機打過了，當時就已經斷電起火，亞馬遜把客人都牽走，所以那邊已經是一個空場。這好像也沒什麼人在裡面，因此伊朗這枚導彈如果再丟過去，然後又說完全摧毀，好像只是一個形式上稍微來造勢，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虛張聲勢。畢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經宣稱了啊，蘋果啦、英偉達啦、特斯拉、微軟、谷歌一大堆的這些18家的美國科技巨頭在中東的相關設施，伊朗都要把它列為合法的打擊目標。那為什麼呢？我覺得它這個報復性是真的嗎？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戰爭的成本具體的、可視化的給老百姓看。畢竟美國呢，至少有68% 的民眾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亞馬遜、打數據中心、打能源設備，就是要讓這些戰爭從抽象的，你美國人在遠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變得很具體的，讓你的銀行刷 App 刷不出來啊，讓你的油價漲上去，讓你的養老金賬戶跌下去啊，類似這樣。那這也是不斷的在給川普國內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這些灰色地帶都打成新常態。如果我的電廠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電廠；如果我的科技設施被打，那我就打你們的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鎖，那我就封锁荷姆茲海峽等等。所以這是一個模塊化的報復菜單啊！你打我什麼，我就打你相對應的什麼東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國際社會挑毛病，這好像也沒啥問題。好，那麼。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對這個稿山呢？啊，7月13號，川普還說啊，我們要直接在前門來一記漂亮的重擊，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個主體啊，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個入口啊，在山腳下就炸一個小東西，這個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後再宣布，哎，我們已經這個重創了，有沒有覺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非常可能啊。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條件，比如說國內的政治需要。他如果越要展現我對伊朗很強硬，那麼去轟炸這個稿山是最強硬的直觀符號。那第二個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斷的逼宮啊。納坦尼亞胡政府呢認為說，我們必須要去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啊，這才能夠有合法性啊。那再來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價。畢竟如果真的要去到稿山的話，要問要不要出動地面的部隊啊，這個也有很大的問題。畢竟伊拉克對美國的陰影實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國可能也不敢輕易的動用核武器。再來第三呢，也是整個後續，那荷姆茲海峽仍然是沒有辦法得到結束，甚至這戰爭很可能會繼續擴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後沙特的這些全面開戰，所以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熒幕上的最後一句話，基本就是總結，就是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還沒打完，他的期中選舉非常困難。好，那同樣的問題，那幹哥又怎麼看？特別我們剛剛提到的稿山嘛，真的要打進去的話，得出動的是地面部隊。漢庭剛剛也分析了，如果出動地面部隊的話，它的代價非常的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說赫格塞斯特別提到說，在這場戰爭當中有中俄的協助，幹哥又怎麼看？其實上次我們就已經有提到了，就是說你今天摧毀了，上次我們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爾多啊。等等這些地方的核設施，可是這次他移到稿山之後，我講一句實在話，他不會再重蹈覆轍。也就是說，他的體系一定會比以前要來得更深，要來得更周密。他的離心機搬到那裡面去，你要曉得，那個離心機不是幾台，是動輒要上千台，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你要使它的鈾能夠提升到武器級的水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變到85%，乃至於抵達90%的武器級濃縮鈾水準，那是要上千台來運作的。所以你認為他把它移到稿山去之後，它是擺在那邊好看的嗎？你覺得伊朗的領導人是有這麼糊塗的嗎？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軍要怎麼去摧毀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隊來？哦，千萬不行，絕對不能派出地面部隊。為什麼？因為阿富汗22年，我們都已經記憶猶新了。
這個是對於美軍而言，他們最記憶猶新的這個慘痛的記憶啊。為什麼？因為你在阿富汗的結果是一敗塗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沒有對伊拉克產生實質的影響？也沒有。為什麼？伊拉克有沒有完全建立親美的政權？他的人民是不是從此就喜歡了美國？也沒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說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隊，你要想的問題是在於這個國家會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難。為什麼？因為它有非常傳統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國。你如果派部隊進去的話，你一定要從教育開始，我覺得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你認為伊朗它會不會繼續危害這個荷姆茲海峽？會。為什麼？很簡單，這就是不對稱的低成本戰爭。它有很多的海軍快艇，它有更多的無人機，它在未來的5、6年之內，它會繼續啊，我們用騷擾這2個字也不為過，或者說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也不為過。那你川普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根絕它？所以剛剛講完了核子設施，這次講的現在在講的是荷姆斯海峽。那川普，我想請問你，現在已經知道付了375億美元的戰爭費用了，現在還要再追加800多億美元的戰爭費用。等一下我們會談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是我在這邊就已經覺得說，恐怕不能再這樣打下去。再這樣打下去的話，不是只有美國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會受到它的影響。為什麼？第一個油價，第二個通膨。所以現在他還得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協助。俄羅斯很簡單，我有大規模的無人機技術跟原料可以給你。然後中國呢更簡單了，中國有低層次的地對空防空系統，交給比如說鷹擊9型跟鷹擊19型的防空飛彈，這些東西通通已經交給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講一句，如果真的拿出來的話，對於美國地面部隊會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這個戰爭還沒有打完，而且必須繼續打下去。對，現在在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期間，剛剛如干哥幫我們提到，這一次美國最新又說呢，要再追加有關於戰爭它所需要的錢，所以現在最新追加的預算是376億美元，國會真的可能撥款嗎？等一下，韻老師來幫我們看。赫格塞斯也說了，確實啦，現在碰到的狀況是，美國的戰爭成本已經達到375億美元了，這個數字比先前公布的嚇死人了，高出了90億美元。如果說新一批的這一筆費用800多億不能到位的話，接下來包括了美軍的訓練跟未來部署都會直接受到影響。那麼現在戰爭成本也等於說不能再蓋牌了，也等於是攤開來在這個陽光下給大家檢視了。包括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美軍傷亡的資訊，現在也都是整個攤開來被外界來特別做檢視。另外有關於能源命脈2個海峽，包括第一個荷姆茲海峽，第二個紅海的狀況也來看，伊朗現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勢。荷姆茲海峽遭到不明的一個飛行物擊中，全體的船員被迫棄船逃生，這是來自於英國最新的一個證實。另外，胡塞組織持續的封鎖在紅海這邊，對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實施的海上封鎖，已經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輪在21號趕快掉頭改道，等於說2個海峽被封，現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脈都掌握在包括了這個伊朗跟胡塞組織的手中。韻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的影響？這個剛剛講到3個方面消息，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個消息。第一個的話呢，就是這是海格塞斯啊，美國的戰爭部長第一次到這個國會去，就這個 Capitol Hill 裡面去開會的時候，跟他這個參議員呢，就是要錢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要錢，我跟大家詳細報告一下，他要的是876億美元啊，其中的話呢，有670億美元是為了這一次美伊之間的戰爭。然後呢，他呢到目前為止呢，他已經講說我們已經打了用多少錢？原來五角大廈第一次公布的是290億美元，結果他現在增加提升了86，變成376億美元啊！那大家都覺得說你拿了錢簡直當流水一樣亂花，對不對？那所以說這裡面第一個消息就是說，美國打仗完全是靠錢，然後現在這個錢的話呢，有一點腐爛。
那另外還不要講說它的明年的軍事預算是1.5兆。1.5萬美元，這個是第一個消息。這個消息其實講起來，如果沒有錢的話，美國打了這場，就我活這麼大，有史以來見過最荒唐的一場戰爭了。這個是荒唐到極點。如果因為我每天在，就是說句良心話了，就是拜川普之賜，我們這幾個名嘴天天在那邊光是聊美國這個荒唐戰爭，這麼聊了快他媽幾個月了，對不對？好，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大家了解，就是說目前為止的話呢，伊朗這次發狠啊，就是只要過了荷姆斯海峽的話，他就一律照打。以前沒有這回事。你剛剛這樣提到的，講說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麼的，因為那個長期來講，看那個伊朗就是個慫包啊，就是沒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東去投資，這個高科技什麼都放在那邊，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來了。而且現在的話呢，幾乎就是什麼第五艦隊什麼的都打得一塌糊涂。那麼這個就跟以前不一樣。然後我現在發覺是最嚴重，就是說。大家原來啊，那個以色列跟美國拿了對那個胡塞武裝都沒有辦法，請大家記住啊，胡塞武裝是也門的一個叛軍啊。那這個叛軍的話呢，他們都不要命啊，他們遊行的時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斷腳的啊，缺水斷腳在那邊遊行啊，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況下的話，他現在因為那邊有2個很重要的海峽，是整個波斯灣的這個所有的游出來，一個就是荷姆斯海峽，另外就是曼德海峽。对，現在大家打開地圖一看，這個曼德海峽裡面，胡塞武裝鎖了精簡，而且直接威脅沙特。大家要了解，一個叛軍可以威脅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家，而且的話呢，這個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這幾天油價上漲到130幾，馬上就開始反應了。為什麼？如果2個海峽都被封住，而且他們基本上的話呢，都是這個什葉派的教徒的話呢，在這種情況下，抵抗之虎出現的力量，這個世界的經濟很麻煩，真的很麻煩。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